是我在後花園打理菜園的第7個年頭。往年的早春，哪怕是3月底冰雪覆蓋整個菜園，我的室內早已擺滿了密密麻麻的育苗盤，那是新的一個種植季，忙碌與期待的開始。但人生總有一些時刻，需要我們暫時放下這份習慣的牽掛。去年的聖誕節，我放下了多倫多的一切，回到國內去陪伴年邁的父母。這一走就是5個月，在遙遠的東半球，我只能通過家裡小小的監控鏡頭，看着我的小院。今年冬天，多倫多遭遇了一場極寒暴雪，那一天甚至成了全世界最冷的地方。我在屏幕這頭，看着厚厚的積雪將菜園徹底封凍，又看着它們在春日裡慢慢融化，看着綠意一點點爬上草地。而我為了陪伴父母，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今年的這100平米菜園，該放棄就放棄吧，畢竟陪伴父母比種菜絕對重要10000倍。沒有了早春的室內育苗，沒有了精心的翻土和打理，等我6月初回來，迎接我的應該是一片雜草叢生吧。然而，大自然往往在我們選擇放手的時候，給予我們最豐厚的犒賞。當我重新推開後花園家門的那一瞬間，眼前的景象讓我整個人都愣住了。那不是想象中的荒蕪，而是一場鋪天蓋地的極其旺盛的洋甘菊盛宴。在每一個原本應該長滿雜草的菜床裡，在菜園的各個角落，簇簇純白、點綴着金色花心的小花，正頂着陽光，開得熱烈而溫柔。那一刻，我心中湧起的是無法言喻的震撼與感恩。過去的每年，我都會在菜園裡種植一些防蟲花卉來防蟲害，同時也讓我的菜園美輪美奐。往年冰雪初融，我總是早早地開始整理菜園，翻動泥土，那些隨風灑落、自然歸倉的種子，因為泥土的翻動，反而失去了生長的契機。而今年，因為我不得不做出的放任，它們得以在沒有被打擾的春光裡，自由自在地舒展。中國人常說有所失必有所得，這片無力堅固的菜園竟毫不費力地替我種出了滿園浪漫，撫平了我的遺憾。看着眼前這片意外盛開的花海，我不忍心讓它們在枝頭悄悄凋謝，於是我決定趁着花開正盛，把它們一朵朵採摘下來，將這份來自大自然的饋贈做成一罐可以慢慢品味、長久留存的洋甘菊薄荷茶。採摘洋甘菊本身就是一場身心極度放鬆的療癒之旅。當我的手指輕輕掠過柔嫩的花茎，微風拂過，空氣裡便彌漫開洋甘菊特有的淡淡清香。同樣在菜床裡蓬勃繁衍的，還有那一叢叢多年生的綠薄荷，我也一併採摘了下來。它們是絕妙的搭檔。对我而言，在這個快節奏的世界裡，能夠這樣靜下心來，抱着一顆平和的心，去享受指尖與植物的連結，就是最美好的慢生活。纯天然生長的花朵，用清水沖洗後，加一點點鹽浸泡，帶走灰塵和小蟲。把洗淨的花朵放進沙拉，甩乾機輕輕脫水，既保護嬌嫩的花瓣，又能大大縮短後續烘乾時間。
酵機進行低溫長烘，留住植物純粹的香氣。薄荷葉輕薄，平鋪在烤網上，100華氏度烘烤8小時就能酥脆。洋甘菊細小，我在烤網上墊了烘焙紙防掉落，平鋪薄薄一層，同樣100華氏度烘烤12小時徹底脫水。家裡沒有乾燥機的朋友，用烤箱也完全可以，開啟最低溫度，通常在160到170華氏度左右。為了防止溫度過高，烤糊嬌嫩的花草，可以在門縫處墊一把耐熱的勺子或筷子，留條小縫降溫排濕，用最溫柔的低溫耐心等待即可。烘乾後的洋甘菊和薄荷不需要再做複雜的處理，就可以直接放進養生壺裡煮茶。喜歡花朵完整綻放的樣子，便多放一些洋甘菊；偏愛薄荷清新涼爽的氣息，就多添幾片薄荷葉，比例不必拘泥，跟着自己的口味來就好。隨着水溫慢慢升高，壺底泛起細密的氣泡，洋甘菊和薄荷在水中輕輕翻舞，原本清澈的水也漸漸染成了溫潤透亮的琥珀金。倒進杯中，裊裊熱氣裹着淡淡的花香升起，仿佛連初夏的陽光也被一同滲進了杯子裡。如果一次制作的比較多，完整的花朵和葉片雖然漂亮，卻也會佔用不少儲存空間。可以把洋甘菊和薄荷分別裝進密封罐，沖泡時再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，也可以像我一樣，把它們分別打成細膩的粉末，既節省空間，也方便隨時取用。翠綠的薄荷粉和暖金色的洋甘菊粉可以各自單獨裝瓶，也可以按照喜歡的比例混合在一起，裝進密封罐，放入冰箱冷藏保存。一罐獨一無二的自家情緒調節花茶就做好了。以前疲憊時，我常買有機洋甘菊茶包來調節情緒。今天終於可以用自家菜園的收穫，自製這份純天然的療癒，不需要複雜工序，卻飽含時間的味道與生活的驚喜。帶着隨緣、感恩的心慢下來，大自然早已把最治癒的禮物送到了身邊。謝謝你陪我虛度這段治癒時光，願你的生活裡也有屬於你的不期而遇。我們下次見。